最近有一条新规正在悄悄影响每一个打工人的切身利益。8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司法解释，明确了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任何单位和员工签订的不缴社保的协议，一律视为无效。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员工自己自愿签署了自愿不缴社保的字据，那也不算数，单位仍然有义务给你缴纳社保。否则，一旦你维权，那仲裁支持你补缴社保，甚至会追溯过去的损失。这个规定一出呀，后台很多朋友问我，这下社保都强制了，是不是以后我们谈薪资的时候，到手的钱会少了？那公司会不会借口成本上升直接裁人呢？灵活就业的人群会不会以后更难找工作了？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清楚这次社保的司法解释到底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哪些群体该警惕，哪些是机会。这次出台的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1的修订版。核心变化一句话就讲清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以协议、约定等方式规避社保缴纳义务，一经发现，仲裁或者法院将不支持这种协议。简单说就是自愿不交社保这4个字未来在法律上不成立，也不受保护。你想维权，只要能证明有劳动关系、有工资发放凭证，哪怕当初签过自愿不交社保的协议，也能被认定是无效的。这个公司必须给你补缴。那为什么国家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解释？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大的背景。第一，大量灵活用工的模式正在变相的逃避社保。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外卖、快递、主播、平台工、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呢，都是签外包协议，不缴社保或者不签劳动合同，只给你劳务费或者是平台的佣金。对公司来说，这样能省下人均1000到3000元的社保开支。第二，国家财政对社保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和医疗金的支出压力呢迅速增加。2023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的结余只剩下了3700亿，同比下降超25%。未来10年，这笔钱如果不缴足，可能会出现收不抵支。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强化企业缴社保的义务，那未来呢，就不是能不能省钱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养老的问题了。所以呢，这次最高明确了司法解释，也是在为国家社保体系堵漏洞、补缺口，强调刚性。那这项规定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3个角度来说啊。首先呢，对普通的员工来说是利好，但是要看你有没有维权的意识。比如你在某家公司干了2年，但是公司呢没给你交社保，反而让你签了放弃社保的协议。那现在只要你能提供工资流水、出勤证明等等，你就能够申请仲裁，要求公司补缴。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没有留证据，也没签劳动合同，全是现金支付的，那就很难举证。而一旦你去维权，那公司会不会干脆就炒掉你？也有可能啊。所以这项规定虽然是保障，但是它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你的维权意识越强，准备的越充分，它对你越有用。否则呢，反而让你在找工作时啊，变成了高成本员工。那对于雇主和中小企业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用工红线的明确警告了。尤其是那些靠灵活用工、低成本运营的平台型公司，现在呢必须考虑，要么全员缴社保，要么合同合规，要么就会面临法律的追责。从短期来看呢，有些公司可能干脆会取消招聘，减少编制，只用实习生或者是临时工，甚至裁掉那些已经不缴社保的老员工，以防止补缴的风险。那这会进一步加剧当前就业的焦虑情绪。对于自由职业和灵活就业的群体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未来还能不能挂靠社保，还适不适合找代缴公司。目前来看呢，这类模式未来可能会越来越被清理，国家更鼓励你走个体工商户或者灵活就业登记的路径，自己参保合规缴费，避免未来的风险。也就是说，灵活不是漏洞，而是要进入阳光通道。那我们作为个体怎么应对呢？我建议大家做3件事儿。第一，如果你是打工人，以后签劳动合同啊，一定要写明依法缴纳社保，不要再稀里糊涂的签放弃条款。第二，如果你现在被公司软性逼迫不缴社保，那么请你收集好工资流水、打卡记录、微信工作记录等等，未来呢可以作为补缴的依据。
第三，如果现在你是自由职业者、灵活用工人员，那请尽快去了解个人参保、灵活就业参保的相关政策，别把社保的空档拖成未来买房落户、养老的硬伤。这次的司法解释呢，其实不只是关于社保，它背后真正在说的是，未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要在灵活中找到稳定，要在自由当中保障基本权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灵活就业人员呢，通常可以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无法参加工伤生育、失业保险三项。当然，现在的广东、江苏等12个省呢，允许灵活就业者单缴工伤保险。北京、上海试点呢，灵活就业可以缴失业保险，当然是自愿的范围。但是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想了，那我自己成立公司，给自己缴纳社保行不行？先说结论啊，这个是否划算呢，取决于你的收入水平、养老规划、税务优化目标和你所在地区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情况。如果你的收入高，比如年收入50万元人民币以上，你肯定是成立公司缴纳更划算。如果你的收入低，比如年收入在10万块钱以下，就没有必要成立公司给自己缴社保，因为手续很麻烦。如果你想积累养老的资格、医保的年限，成立公司给自己缴更稳妥也可行。那具体怎么操作呢？自己给自己缴社保有2种常见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你成立公司，自己成为雇员，让你的公司呢给你缴社保。这种啊适合未来希望合规，你的收入比较高，做税收筹划，未来还希望在所在地申请购房落户资格的人。那流程呢，就是你先注册一家有限公司或者是个体工商户，然后给自己发工资。然后你的公司呢，就可以为你按照工资基数缴纳5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优点就是社保缴的合法合规，享受公司税务筹划，还可以抵扣个税。对于你未来落户、购房、孩子上学等等啊，都有正规的社保记录，可以名正言顺的申请公积金贷款。缺点就是这么做成本肯定是略高的，因为你要注册公司啊、记账报税啊，还有社保支出。公司呢承担单位部分的社保费用。以北京为例呢，5险大概是工资的20%到30%，而且你还需要处理一些行政事务。所以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50万，未来打算长期自雇，你有自己的生意，那非常值得，那非常推荐这样操作。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名义缴纳社保，这种啊适合你的收入比较低，暂时也不想成立公司，不需要开票，不做生意的人。那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去当地社保局，或者通过某些城市的线上社保系统呢，就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了。目前大多数省份只能缴纳养老和医疗，无法缴纳失业、工伤、生育，也不能享受公积金。它的优点就是操作简单，不需要注册公司，月缴金额呢相对可控。缺点就是没有办法用于个税抵扣，没有办法开发票，没有办法进行税务统筹。而且如果未来呢，你转变身份变成企业主了，或者高收入人士了，你的社保记录基数就偏低了。所以建议呢，作为过渡期手段可以使用，长期来看呢不够稳定，更不建议高收入者长期依赖灵活就业个人缴纳的方式。这里做一个成本对比啊，我们以北京市为例，2025年的数据来估算啊，养老加医保的基数。如果你是灵活就业呢，每个月个人要负担大概1800块钱。如果你注册开公司呢，给自己缴5险加公积金，个人每个月呢缴900元，公司呢每个月大概是缴900元。所以如果你自己公司给自己发最低的工资，那么社保基数呢也相对降低了，整体支出也会更加可控。自己给自己买社保啊，不是一笔亏钱的买卖，它是你走向合规、专业、可持续经营的第一步。如果只是单纯的图省钱，那可能正好会落入未来政策收紧的陷阱。9月1号起，不交社保协议一律无效。这项规定呢，影响的不只是你我个人，而是中国整个的雇佣结构、社保体系，甚至是宏观经济的一次制度重塑。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为什么司法体系突然出手干预社保的问题？为什么企业会更难存活，而我们要交的越来越多？社保改革的背后是一次怎样的财富重新分配？谁是这个过程里最大的受益者？又是谁在默默承担着代价？先说几个数据帮大家算笔账。我们以2025年的北京为例，如果你每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那员工自己缴纳社保5险1金呢，大概是1700元，那公司为你缴纳的部分呢，大概是2200元。所以你实际到手的工资呢，只有6100块，公司的总成本是1万块。
什么意思？你领了6000多，公司呢却要花1万块钱来请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宁愿让你签一个自愿弃保协议，说白了就是为了他省钱。那现在这个渠道彻底被堵死了，意味着什么？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呢，你的工资到手变少了；从老板的角度来说呢，工资成本上升了。你觉得你是受益者，但是呢，可能老板不这么看。那企业会怎么应对呢？会不会招的更少的员工，裁更多的员工呢？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2年，越来越多的工作是这样的，不是正式员工，而是外包的；不是签合同，而是项目合作。没有五险一金，只有劳务报酬。上岗即上手，干完就走人，这就叫做灵活用工。过去啊，法律灰区呢是允许雇主和员工协商别交社保的，省下这部分成本。但是这次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表示了，协商无效，一律补缴。结果就是企业要么就上社保，但养不起人，干脆就不招了；要么就换掉成本高的老员工，招个实习生来顶着；或者呢更彻底一点，把你呢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让你不是我的员工。你以为你赢了吗？但你可能会发现啊，工作机会会越来越少，岗位会越来越短期。那政府和法院为什么现在突然出手？这件事儿看似是法律问题，但其实呢是财政和人口结构的问题。我们来看2个背景。第一呢，就是中国的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同比下降超过25%，到了2030年，可能就是多个省份养老金会出现收不抵支的问题。怎么办？必须让更多的人交社保，才能兜住未来退休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第二呢，就是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了。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了，占总人口的将近19%。未来15年内，60后大规模退休，70后紧随其后。但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灵活就业越来越多。如果不强制缴社保，那这个系统呢，迟早会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次对制度漏洞的紧急封口行动，而封口的手段不是发文，而是司法解释，因为法律的刚性最强。那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呢？这就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了，叫做代际财富转移。你现在缴的社保钱呀，不是存到你自己的账户里的，而是先拿去发现在正在退休的老人们的。那等你老了，这笔钱还在不在呢？可能在，但更可能不够。这就是现收现付制的风险。当代年轻人被迫承担系统性的缺口，未来呢不一定能享受到对应的回报。但是你没有选择权，因为国家需要这个系统稳住。那这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再平衡吗？别忘了啊，这次社保新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背后呢正在连着以下几件大事儿。首先，国家要反内卷，国家希望大家少内耗多创造；国家要扩大内需，希望大家敢花钱敢生娃；国家要对抗中美科技和关税战，需要稳定的内循环系统；国家还要推动共同富裕，希望降低底层的不安全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目标都离不开一件事儿，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入可控、可查、可预测的合规系统。而社保就是这个系统的基本入口。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司法解释，而是一次制度底层代码的修改。它改变了企业怎么用人，员工怎么维权，政府怎么兜底，甚至国家怎么构建社会秩序。我们必须明白啊，社保不是你交多少钱，更是你属于哪一类人的证明。你是参与者还是局外人？是系统内的人力资源，还是系统外的用完即弃？未来的中国可能不会再允许你挂在灰色地带里活着。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